经济全球化，一个指全球各国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与融合的现象，正改变着世界。这个过程始于数十年前，当时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壁垒开始降低，技术革新使得跨国通信和运输更加便捷。经济全球化的成因不仅仅是经济本身的自然发展，还包括政治决策、技术进步等多方面因素的推动。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它促进了资源的全球配置，降低了商品成本，推动了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一些挑战，比如就业的不稳定、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在分析经济全球化时，我们不得不提美国、中国等国的角色。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其市场开放政策、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全球化进程。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改革开放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举措，也在全球化浪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经济全球化为什么会被这些国家采纳？首先，这类政策可以帮助国家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其次，通过引入外资和技术，可以加速国内产业的升级。最后，通过全球化，各国可以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分享文化，促进相互理解。当然，经济全球化并非没有缺点，它可能导致某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环境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因为全球化往往伴随着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环境的破坏。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的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深入探讨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案例时，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中国的全球化历程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它不仅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通过开放政策迅速融入世界经济，还体现了全球化对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深远影响。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处于一个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当时，中国的经济主要依靠农业，工业基础薄弱，对外贸易额较小，经济增长速度有限。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旨在吸引外资、鼓励出口和促进国内市场发展的政策。首先，中国政府设立了若干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这些地区为外资提供了优惠政策，如减免税收、简化审批程序等，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这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还引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中国政府逐步放宽了对外贸易的限制，减少和取消了许多出口商品的配额和许可证要求，使得中国的产品能够更容易地进入国际市场。这一举措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增长，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此外，中国还加强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了大量的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以支持日益增长的国内和国际贸易。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还降低了物流成本，增强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力。中国政府还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贸易谈判。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 这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开始。加入 WTO 后，中国进一步降低了关税壁垒，开放了更多的市场领域。这不仅使得国外商品和服务能够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也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这些政策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 GDP 增长速度迅速提高，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大量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同时，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然而，这些变化并非没有代价。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和环境问题，例如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资源过度开采，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开始凸显。中国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解决这些由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总的来说，
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不仅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开放政策融入世界经济的范例，也为全球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通过对中国案例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以及它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深远影响。实施全球化政策后，中国的经济转变是显著的。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上，更体现在经济结构、国际地位以及社会层面的深刻变化上。首先，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为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大量的制造业产品输出到全球市场。与此同时，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信息技术和旅游等行业也取得了快速发展。这些行业的增长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支撑。其次，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中国不仅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之一，还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开始走向世界，通过海外投资、并购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中国的品牌和产品开始进入到全球消费者的视野中，中国的市场和消费潜力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还推动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转变。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多边国际组织中的重要成员。在全球重大议题，如气候变化、贸易争端等方面，中国的声音和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不仅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使得中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经济和政治的走向。然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首先是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凸显。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开始显现。城市与农村、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差异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其次，环境问题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长期以来，忽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了严重的空气、水和土壤污染。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推动绿色能源的发展，加强环境法律法规的执行等。再者，随着中国经济的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它也开始面临来自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等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需要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注意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总体来看，中国的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过程。它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更是经济结构、国际地位以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全面转变。这个过程中既有显著的成就，也有待解决的挑战。对中国来说，如何平衡发展与环保、国内需求与国际市场，以及如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维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将是接下来需要深入探讨和应对的重要课题。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中国实施的经济全球化政策不仅深刻影响了本国的经济发展，也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既体现在经济层面，也涉及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首先，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崛起为许多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其对外贸易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为世界各国的出口创造了广阔的空间。特别是在中国进口原材料和能源产品方面，很多资源型国家得以借此机会发展自己的相关产业，促进了经济增长。此外，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其生产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分销。从电子产品到服装，从家用电器到玩具，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影响着世界各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这不仅改变了全球消费市场的格局，也对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产生了竞争压力。在政治层面，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全球力量对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无论是在联合国安理会、G20，还是在区域性组织中，中国的声音越来越有分量。这对于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塑有着重要意义。特
特别是在推动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方面。社会和文化方面，中国的影响同样显著。随着中国游客数量的增加和中国文化产品的全球传播，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在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中文，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兴趣。同时，中国的电影、音乐和网络文化也开始影响着全球文化的多样性。然而，中国的崛起也带来了一些挑战。例如，在经济领域，一些国家担心自己的产业受到中国产品的冲击，出现了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的倾向。政治上，中国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一些国家的战略担忧，导致地缘政治的紧张。这些挑战对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问题。综上所述，中国的经济全球化政策不仅促进了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复杂多元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与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有效的合作，同时处理好可能出现的竞争和矛盾，是一个需要智慧和策略的课题。未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作用将更加密切，这将不断塑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格局。